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5岁的汤姆第一次跟随爸爸妈妈到农场帮忙收麦子的故事。在这次农场之旅中，汤姆不仅看到了真实的农夫生活，还认识了拖拉机、收割机、麦穗和可爱的小鸡，学会了安全常识，也明白了食物的来之不易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吧。星期一晚上，汤姆和爸爸妈妈围坐在餐桌前吃晚餐。爸爸笑着对汤姆说：“这个周末不用上学，爸爸带你去农场看望杰克叔叔，好不好？”汤姆眨着一双大眼睛，疑惑地问：“为什么要去农场找杰克叔叔呢？”因为麦子成熟了，杰克叔叔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们要去帮他收麦子呀。爸爸解释道。妈妈接着说：“汤姆还没体验过收麦子吧？这一次正好可以去当一回小农夫，感受一下真正的农场生活，怎么样？”那真是太好了。汤姆高兴地答应了，心里开始盼着星期六快点到来。星期六一大早，妈妈就走进汤姆的房间，轻声叫道：“小宝贝，起床了，我们要去农场喽。”汤姆一听，立刻从床上跳起来，飞快地刷牙、洗脸、换衣服。吃过早餐后，爸爸开车载着全家向杰克叔叔的农场出发。刚到农场，杰克叔叔便笑着迎上来：“哎呦，小汤姆都长这么大了。”杰克叔叔，爸爸说今天我们要帮你收麦子。汤姆兴奋地说：“太棒了，今天就靠你们了。”杰克叔叔一边笑着，一边摸了摸汤姆的头。这时，大卫堂哥跑了过来，向汤姆的爸爸妈妈打过招呼后，立刻拉着汤姆往鸡舍的方向奔去。“汤姆，我带你去看一样超可爱的东西。”他神秘兮兮地说。鸡舍里热闹极了，到处是咯咯叫的鸡。汤姆睁大眼睛四处张望，这里竟然有这么多只鸡，而且颜色还不一样。我看故事书里的母鸡都是白色的，以为所有的母鸡都是白色的呢，原来并不是啊。汤姆惊讶地说道。虽然鸡舍有股浓浓的味道，但汤姆毫不在意，因为大卫告诉他，习惯了就没事了。他们来到一个鸡笼前，里面是一群毛茸茸、羽毛亮黄的小鸡。汤姆看着这些活蹦乱跳的小家伙，眼睛都亮了。他们太可爱了。正当两人看得起劲，鸡舍外突然传来了轰隆隆的马达声。大卫一听，脸上的表情马上就变了。糟了，那是马达的声音，肯定是爸爸准备出发了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拉着汤姆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。只见杰克叔叔正驾驶着一辆巨大的拖拉机缓缓驶出库房。爸爸见他们跑过来，连忙将他们拉到身边，认真地说：“小心点儿，看到车子在发动，千万不要站在前面或后面，尤其是这种大型车辆，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”汤姆听了爸爸的话，一脸的问号。可是爸爸，这么大的车我看得见啊，哪里危险了？爸爸摇头解释：“你看得见车子，也看得见司机，可司机在车里不一定能看得见你啊。如果司机没发现你，便踩油门向前或倒车退后，那不就会撞到你了吗？”汤姆听完点点头，认真地记在心里，接着又指向那辆大车子问：“爸爸，那是什么车？怎么和我们的车子不一样？”爸爸笑着说：“那是拖拉机，等会儿我们就要开着它去收麦子。”这时，杰克叔叔将拖拉机停在空地上，马达声也停了下来。爸爸抱起汤姆，让他坐进驾驶室，来，体验一下当小司机的感觉。汤姆一坐进车里，顿时有点紧张。哇，好高啊！但心里又忍不住兴奋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坐在拖拉机驾驶座上。爸爸也上了车，一边操作一边陪着他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就开到了金黄的麦田边。拖拉机停下后，爸爸抱着汤姆下了车，眼前是一大片随风起伏的金色麦浪，
静静地摇曳着，让人看了感到非常的放松。好安静又好舒服啊！汤姆小声说。爸爸听了，笑着回应。汤姆，你听听看，麦子正在唱歌呢。于是汤姆竖起耳朵，便听见了麦子随风摇曳所发出的沙沙声。爸爸弯下腰，拔起一穗麦子，用手轻轻一捻，吹掉外皮，掌心只剩下几粒麦子。汤姆疑惑地看着爸爸。这些都是你爷爷教我的。爸爸说。来，咬一粒麦子，如果发出嘎吱声，就表示麦子熟了。汤姆从爸爸的手里接过麦子，学着爸爸的样子，把麦子放进嘴里嚼，果然听到嘴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爸爸又拨开一根麦穗，指着里面说：“这些麦粒之后可以做成面包、饼干，还有你最爱吃的点心哦。”汤姆听得津津有味，觉得今天在农场的体验很特别，有很多知识、事情都是学校没有教过的。远处再次传来隆隆的马达声，汤姆抬头一看，我的天啊，那辆车竟然比拖拉机还要大！那是收割机，杰克叔叔已经开始工作了。来，我们也去帮忙吧。爸爸和汤姆坐回到拖拉机的驾驶室里。汤姆，我现在需要你帮个忙，可以吗？爸爸一边问，一边拉着翻斗。可以，爸爸，你要我帮什么？你帮我看着麦粒有没有掉进翻斗，装满了就告诉我，我们就把它运到仓库去，明白吗？没问题。汤姆兴奋地说。于是父子俩开始了一整天的农活。太阳渐渐偏西，工作终于告一段落。爸爸问汤姆：“怎么样？会不会累？”汤姆抹了把汗，笑得一脸灿烂。虽然有些累，不过看到这成堆的麦粒，我却感到很开心。爸爸摸了摸汤姆的头，笑着说：“这些麦粒是杰克叔叔辛苦种出来的，也是我们努力一天的成果。所以你一定要学会珍惜粮食，不能随便浪费食物，知道吗？”我知道了。汤姆认真地回答。没想到，一颗小小的麦粒背后竟然还藏有这么多人的辛苦与努力。傍晚时分，妈妈和露露婶婶提着一篮三明治、沙拉和果汁来到田边。辛苦了，今天就在这里野餐吧。大家围坐在麦田边，迎着金灿灿的夕阳，一边吃着香喷喷的晚餐，一边欣赏着美丽的落日。那一刻，风吹麦浪，笑声盈盈，连天空都温柔了起来。今天真是快乐又充实的一天啊！